王启年全剧最高光一幕血洗神庙，营救范闲立大功。王启年一直是范闲的左膀右臂，看似是最圆滑的一个，其实他才是真正的深藏不露，要不然也不会在最后大东山决战后孤身一人闯进神庙，只为了营救范闲。也是直到此时，范闲才看清了他的底牌。范闲一直都知道王启年有秘密，但他不说，他就不问。毕竟人生在世，谁还没有点说不出口的事呢？只要彼此信任就好，却没料到他竟这么多藏。原来他这一身轻功竟然是自己夫人传授的，而王夫人才是他最大的杀招。他和叶青梅一样都出身神庙，但和青梅不同，他是完全没有被辐射过的，因此没有半分习武的可能性。为了能在这个时代生活下去，选择了土著王启年成婚。两人先婚后爱，在确定了王启年的人品后，王夫人才将自己的本事显露出来，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武功秘籍倾囊相授。王启年这才成为了天下唯一最快轻功持有者。王夫人隐藏的本事不仅如此，但王启年却只选择了轻功这一项，就是因为他一早就知道了神庙的秘密，知道树大招风的道理。为了能够隐藏身份安心生活，他一直藏着的。而他一边以轻功最好示人，背地里却暗中修炼最强功法，将自己修炼的成果都藏在了女儿王爸的身体。这也是王爸从小胃口大又嗜睡的原因。范闲大东山决战被庆帝重伤，庆帝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梦想，不惜十几年设下此局，就是为了除掉他以外的所有大宗师，让天下俯首称臣，将庆国推到鼎盛时代。这样他就可全身而退，心无旁骛地去探索神庙的秘密。从神庙出来的人都有义务守护神庙的秘密，更何况王启年和范闲亲如兄弟，这么多事加在一起，王启年和庆帝势不两立，再也不想隐藏实力，自己取回了全部功力，一跃成为了大宗师巅峰，只身一人闯入神庙，将已经攻打到2层的庆帝打得半死，废掉一身功力甩出来。王启年全剧最高光一幕，手刃庆帝取的灵药，营救范闲立大功。柳姨娘死前一句话揭开范闲真正身份，生父竟不是庆帝。原来散布范闲真实身世的竟然就是庆帝自己，可范闲却为此感到不寒而栗。只有自己舍命相救之后，对方才愿意主动相认。想到即便是没有血缘关系，却从小将自己养大的范家，他怎么能将庆帝当作真正的父亲？范闲如今武功全失，失去所有作用，更是不愿意轻易放弃，于是便下决心前去江南3大房，不只是为了拼好父母留下的巴黎特，更是为了将内库的摇钱树真真正正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没想到竟会害得范家险些遇难。原来掌管3大房的名家原本就是长公主的人，在范闲到来之前，二皇子就已经提前赶到，斩断了名家所有的退路，让他们只能与范闲为敌，甚至为了不让3大房落入范闲手中，亲自烧毁了所有的库存。可种种伎俩全都被一眼看出来，范闲顺水推舟毁掉了3大房的名头，名家就此落败。而陈萍萍得知后欣慰不已，终于能下定决心与庆帝同归于尽。他计划好了一切，就打算等范闲离开京都就着手。而长公主与太子被他挑拨，一起策划了大东山的刺杀。因为陈萍萍故意放出了风声，3大宗师齐聚礼堂，只为了将庆帝杀死。可谁都没想到，他最大的底牌竟然就是自己。庆帝终于暴露自己大宗师的实力，用叶家策反了叶流云，不仅将其他2位大宗师当场杀死，更是除去了长公主背后的秦家。陈萍萍也彻底输了，而帮他隐瞒真相的范家因此受到了牵连，被庆帝怀疑。柳姨娘为了保全整个家，只能牺牲自己，假装被刺客重伤身亡。而他临死之前竟给范闲留下了一句话，原本他根本不是庆帝的儿子，而是叶青梅从神庙中带出的胚胎。只有被托付的范家知道其中的真相，因此在范建被传戴了绿帽的时候，脸上的神色才如此奇怪。柳姨娘不愿范闲因为所谓的血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便将真相说了出来。